俩在一起挺长的时间了，我觉得他特别玻璃心，什么事情都生气。他对别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是两个态度，我觉得什么最坏的情绪都给我的。我觉得我在他面前就是最真实的自己，我在我爱的人面前没必要故意装吧。1次2次这样我觉得我可以忍，但每次都是这样，我真觉得没必要再继续下去。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张24岁，来自福建，直播运营；女嘉宾小刘21岁，来自福建，学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这个怎么认识的？我们是通过朋友之间认识嘛，然后我就加了他嘛，然后我们就聊着聊着就在一起了嘛。现在已经4个月了。多久？4个月。才4个月呀！来，请问问这4个月发生了一些什么？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好不好？就是吧，一开始我们甜甜蜜蜜的嘛，也很正常。但到后来吧，我就发现他有点太过分了，他总是会忽略我的感受。我觉得她对她的闺蜜、对她的朋友，甚至是路边的小猫小狗，都觉得对他们要比对我的好。这个粗吃大法。没有，我觉得那些都是小事情，他非要跟我计较。那是小事吗？你总是忽略我的感受。我觉得在这段爱情中，我算那种特别卑微的。兄弟，说事实，别说感受。我就拿他一个事情嘛，就前男友吧，举个例子吧。因为我一开始发现他跟前男友有聊天嘛，我就挺在意的。我跟他说了，你能不能别跟你前男友聊天？然后后来吧，说了几次他没当回事。直到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他前男友给他发什么，我想你了。没有，那我也没回他，我也没有回那个我前男友。我就说我很生气这事情，我不喜欢你跟他聊天，你有在乎我的感受吗？你跟他删了不就得了吧？对。可是一个学校的见面不得多尴尬？是多尴尬！你考虑到他尴尬，你考虑到他感受，那我的感受呢？我觉得感受就不是感受呗。你在一学校怎么就见面呢？同学啊？是同学。同班吗？不是同班，我们是一个专业的，经常会见面。那也无所谓啊，删了就删了嘛，手都分了，还有什么尴尬的？怕他以后有什么学校的事情要找我。他就觉得我的感受就无所谓那种。不，你这学校你就别让他找了呗。万一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我关键我也不跟我前女友聊天啊。啥重要的事儿啊？比如说通知我做什么事情，辅导员叫我干嘛干嘛。辅导员叫你他是你们班班长吗？不是。他是学生干部吗？那怎么轮到他通知你呢？你要还喜欢那男生，你就别招惹他。不喜欢他了，那不就删了得了吗？确实给你发我想你了。发了我没回他。发没发？发了。行，那我理解你的感受了。关键是不止这一件事情，还有呢。还有呢，前阵子他一个同学有快递嘛，然后让他去帮他拿下，当时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吗？然后他还去帮他拿个快递，然后我有一天刚好生病了，身体不舒服。我想他去帮我取个快递吧，结果他说班里有什么篮球赛，他要去看比赛。不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他生病，可是我不知道有多严重，他也没有告诉我说很严重很严重，我以为就是一点小事，他都要跟我讲。那我也跟你说了，比赛结束你可以去啊，我可以等你啊。那你怎么说的？各种理由推脱，反正我的事就不是事。拿了吗？没拿，后来他自己去拿的。后来这么一整的话，然后我自己本来身体也不舒服，然后我自己去了嘛，然后折腾一下，我也住院了。住院了，对。男子篮球比赛，女子篮球比赛。男子的，那全班都得去，那时候全班都得去加油。躺在床上一想是难受啊，他去看别的小哥哥打篮球，我都病了。本来我觉得这些也没什么，但是就是因为后面还有后面的事情让我气的。听后面那个。我本来他过来嘛，我那时候肚子饿嘛，我让他帮我带点吃的，结果本来这件事情，他不是住院了嘛，我觉得也挺愧疚的，然后我就给他带了吃的，我带吃的，他还嫌弃我说我带的不好，带的东西不好。你带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一些什么辣子鸡啊，都是全是辣的呀。那是我路过给鸡买的呀。关键是我一跟你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我有个胃病啊，吃辣我会上好几次厕所，你知道吗？我不是给你带粥了吗？带粥？就一碗白粥，那其他全是辣菜，那我还吃不吃啊？好歹给我整了榨菜吧，好吧？那是我吃的吗？那你住院，你让我给你吃什么啊？我就得吃白粥嘛。你看我跟他说了，就是我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喜欢吃什么东西，他完全没有放在心上。然后最可惜就是说，她跟她闺蜜打了个电话，不知道怎么就聊到那个谁谁，那谁就是她前男友嘛。然后她就说：“你怎么跟我那个谁谁一样啊？你明知道自己对桃子过敏，还吃桃汁，你这不作死吗？”
我当时我就无语了，你知道吗？不是，那时候是因为我闺蜜她过敏了嘛，你都知道然后我你前男友对顺口就什么过提了一句敏，你前男友不能吃什么，那因为为什么我的事情你就记不住呢？因为我前男友那不是对桃汁过敏嘛，过敏，然后他不是，那天过敏完后那天全身都肿起来了，闹了好大动静，我才记得这件事情的。你看吧，这他喜欢吃什么？孩子，他不喜欢吃辣的。你刚说，这我都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你看吧，他都不知道，他从来就不会关心我的事情，对他的朋友，对他的那个前任都记得很清楚，然后他总是把所有坏情绪、负面的情绪都留给我，你知道吗？但是他反而觉得这样是因为爱我，他觉得这样是真性情，把最真实一面给我了。啥意思？他说对我这没耐心，是因为他的本来脾气是这样子的，对我是没有是啊，装。我觉得他毕竟是我男朋友嘛，然后在外面的话，对外人肯定要客客气气的。然后在他这里我可以发火，我觉得很正常啊。那你哪怕你对外人的大度留给我1/10也行啊，那为什么对我就这么没有耐心呢？就好比上次吃火锅，我本来不是你不爱吃辣，对我记住了。对。然后吃火锅吧，那朋友不是来我们家吃火锅嘛？那朋友直接就带了一个辣的锅底上来了，然后我就拉一边跟他说，我说我能不能下去买一个清汤底了？我不能吃辣。结果他直接就是脸就变了，你知道吗？一黑脸，然后又说那时候5、6个人都在，我们5、6个人都想吃辣的锅，然后他非要吃清汤的。那为什么上次我那个朋友，她的男朋友他不能吃牛肉，那她知道她跟她朋友说一下，她男朋友不能吃牛肉，可不可以换一些小炒？你说人家都知道，为了她男朋友跟她朋友说一下，那你跟朋友说一下这么难吗？你说他辣锅哈，涮水不就行了吗？关键是他那个态度啊，他直接就是说你凑合吃了呗，人家都带了，你就吃什么吃什么。哎，年轻人都犯这错误。现在回想特简单，我告诉你怎么处理姑娘，就说哎呀，我男朋友不能吃辣的，咱吃清汤吧。你应该站出来说，哎，别了，为了大家咱就吃辣的，我可以拿水涮。然后你再来一句，哪行啊，你这吃不好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朋友们就说了，哎，得了，吃辣的还是吃清汤的，这不吵架了吗？对呀，哪怕你这样说一下，我也心里好受点。心里特舒服吧？对啊，关键他就没有，我告诉你，特别憋屈。要都这么舒服，你们就老了。这就年轻谈恋爱的魅力嘛，这挺好的，享受着。关键是他对他朋友都很有耐心，就比如一个事情剪视频嘛，那有一天他突然让我帮他剪个视频，那完了吧，好像是效果不太满意，然后我就要修改了好几次，后来直接就发火了，你知道吗？我要你这样剪，你听不懂吗？然后直接把我微信给拉黑了。那个视频我朋友很着急的要嘛，我让他剪了1次2次。对，关键是那视频是你朋友的。我帮你是给你面子，那个朋友是找你，然后你再找我，是给你面子，我是帮你帮忙。那我剪不好，那你跟我说啊。不是，那你为啥不剪？我不会。不会，你应人什么事儿？那1次2次，那我可以改嘛。那3、4次我也可以跟他改。你要有什么，你可以耐心跟我说嘛。那你不必为了一个朋友，然后就跟我发那么大的火，还把我拉黑了。我当时也特别憋屈，为什么他为了一个外人就可以跟我发火？我真的是有这种不堪嘛，我的感受就不是感受嘛。我觉得他好作啊！我觉得他特别那个。对，他老是觉得我矫情，那我真的是矫情，但我觉得是个男人都会挺在意的吧。一点小事都要说半天。你接着说，还有什么？听懂了。还有那个口红。你用口红吗？我的口红。就他的口红。那咋了呢？有一次不是一群人吃饭嘛，他那朋友不小心，他把那个口红给折断了，当时他还跟人家说没关系。那后来嘛，我们一起去唱歌的时候，我就切他一首歌，他直接就把话筒给摔了，你知道吗？不是，他对我吼了一声。我那朋友折断了。当他们所有人面，让我当时很尴尬。我朋友把我口红折断了，那大家一起出来玩，不就是开开心心的吗？而且我朋友都跟我道歉了，你要我怎么样？你要我吼他吗？你要我凶他吗？不，他的重点不在口红折断了，你没凶他，他的重点在于他切了你一首歌，你当众摔了话筒，向他发了脾气，这个事儿你给解释一下。那时候也是那么多人都在，然后我唱歌唱一半，他直接给我切了。那我关键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你以为我想切吗？你就是故意的吧？你看他就觉得我是故意，那就算我是故意的，那也不用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吧？那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以为我们两个怎么了？半天不说话，在那板着个脸。然后朋友在一直劝我，怎么了？他说你们两个是不是闹情绪了？我当时就很尴尬，你知道吗？他一点面子都不留给我。那后来呢？怎么解决的呢？后来也是我哄他呗，男人不就这样吗？总得先低头嘛。但是他感觉这种是一种常态，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那当时对所有不开心积累到一定的点，我会被爆发。我就觉得还没爆发之前，我觉得还可以解决。所以我们今天又站在这里。我问问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健身。他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辣，我们都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喜欢吃圣女果。啊？圣女果是我最讨厌的。你看，你这随口一说吗？他一笑我就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你可能对一个跟你关系比较好的朋友的了解都比了解他了解的多。我的感觉啊，他还会为了他的朋友去了解啊，而我的感兴趣事情他毫不上心。就比如他喜欢口红啊，然后我就会去研究每个口红的色号嘛，我就对比，哎，给他买哪个色号。然后他喜欢做美甲，我也会去查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些美甲店，我看哪个做的比较好，评分比较高，我就会带他去做嘛。但是我喜欢健身这件事情，我每次跟他分享一些我健身的小常识，但是他就每次很敷衍地说这些关我什么事情啊？我不健身。那些事情我又不感兴趣，是他感兴趣的，我为什么要去了解？那为什么学长的事情就能去感兴趣去了解呢？你知道有一次特别过分，他有一天找我，突然跟我聊什么关于足球的。我本来对足球也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他跟我聊足球是因为觉得我喜欢，他说想跟我去有些共同话题，就跟我聊。后来我就跟他说了什么5大联赛啊，然后哪个国家有哪个球员啊，我跟他然后聊一整晚。我看到很晚，他都没睡，在那查资料呢，看那球赛呢。那时我也挺开心的嘛，可能他终于要知道我开始了解我，终于关注我了啊。对，直到后来吧，有一次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有个学长也在。然后那学长跟他聊起足球的时候，他们两个侃侃而谈，有说有笑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为了那个学长去跟我了解这足球的事情。主持人，你说是不是？我必须得跟学长有共同话题，那样才能一起聊。那他在他为什么必须要跟学长有共同话题呢？很奇怪啊。那不然别人以为我是个傻子，什么都不懂。不是，我为什么要跟学长聊呢？就因为他长得帅吗？不是，那时候是因为我们一起约了饭。约饭可以不说话呀。他是我朋友，我。不是学长，你这个你男朋友你都不关心呢，你先跟他弄点共同语言，你跟学长弄什么共同语言啊？我跟学长有共同语言，就是为了能插上话嘛。如果我坐到那边什么都不说，学长会觉得说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了呢？学长是决定你毕业方向，还是学长可以给你考试打成绩，还是学长喜欢上你或者不喜欢你啊？我觉得在他这里的话，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他不会觉得我傻；在学长那里的话，学长会觉得我傻。你是挺傻的，我也不能说什么了。这个思维逻辑让我觉得你其实特别适合跟个学长谈个恋爱，或者跟前男友旧情复燃一下。我不喜欢他们，我喜欢他。你喜欢他啥呀？随时可以跟他发脾气，他是你的垃圾桶是不是？你喜欢他啥？你啥都不了解他，脾气好，好欺负，可以不关注，可以忽略他的感受。你喜欢他啥，姑娘？他会包容我。所以嘛，你把他当床单了嘛，他能包容你吧？来吧，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给你们建议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答。首先我们要谈谈正确的爱情观，谈的好像比较大，其实落到点上面，就正确的这个交往的方式啊，就是你们彼此要建立能让对方感知的存在感。现在男方完全在你这里，就是感知不到他在你的这个世界里面存在过，无论是吃、喝、玩、乐，这里面好像都没有他存在的地位。当然，除了发火的时候，他存在感有了；你想发火的时候，他出现了，这是不对的。就是正确的恋爱关系是我们彼此要让对方感知到对方在我的世界里面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我送给男方的。如果你在这段恋情里面感知不到，说明这段恋情不是你的，那你就转身走吧。我们去找一个能够感知到我存在的地方，好吧？那第二呢，我想送给这位女生，你在对外活动当中、社交当中，对吧？对朋友、对闺蜜的关心当中，你都是面面俱到的。但是对内，对你男朋友这里，你属于窝里横，外面不敢发的火，回家发，这是不对的。男朋友不等于出气包，不等于无休止的包容，明白吗？谢谢周老师。我问一下女生，请问你跟他在一块儿，你快乐吗？觉得他挺好的，挺快乐。快乐是吧？但是你的快乐马上就要结束了，知道为什么吗？你男朋友跟你在一块儿，你觉得他最近
变得跟之前比是快乐了还是不快乐了？不快乐了，对吧？如果他不快乐，他会不会影响到你？会。因为你们俩这样一个亲密关系，他一定会影响到你。你想独善其身，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说你的快乐快到头了，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很多亲密关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陋习，就是把坏脾气都留给了家人，把好的一面都留给了别人。谢谢于老师。我特别支持于老师说，我们有时候在亲密关系中容易把这种情绪宣泄给对方，这个是需要我们调整的。但是我想来想去，小姑娘，你还真不是因为亲密关系而变得放松了，把坏情绪给他。你是2点：一，因为你跟他相处时间长了，你放松了，发现他这人身上到处都是缺点，你处处不满意，你看不上他，所以你毫不敬畏这段关系，想说就说，想骂就骂。你走不走我都不在乎，你这个人我就看不上，一点都没有对关系的敬畏之心。2，你跟他窝里横也就算了，你俩横完了分手也就得了，你当着众人的面儿什么摔那个麦克风让他下不来台，不尊重他。你关起门来吵架，你们不和咱一拍两散，你敞着门骂他，那就是不尊重。你这样的性格其实未来受苦遭不知道，你知道，你只需要知道一点，其他的他喜欢什么爱什么都不需要去了解了。你只知道他喜欢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就可以有恃无恐了。那你知道人家为什么会喜欢你？人之所以喜欢你，
就是和他待在一起不累，舒服。但是你和那些朋友的交往你是累的，你要通过先学习才知道明天和学长啊有话题聊。你要知道先完成人家要的那个视频的那事儿，对吧？你揽过来的，然后你今天必须得给人家，才会让人家舒服。你和朋友们相处，朋友为什么所谓的喜欢，都是因为他觉得和你交往啊，哎不累，对吧？有话题聊，不用找话题，不尴尬，并且觉得你有价值，对吧？但是你一心向外，让他会很累啊。他在你这要准备很多的事情，研究口红啊，还不能不小心的去切了你的歌儿，否则都会遭到你的负面的反馈，他会很累。所以他还会喜欢你吗？断然是不会。所以喜欢、爱，一定要和对方要在一起，觉得特别开心。你不要只是学一些技巧，和外人要长久相处，人家真正的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还是要交心的，对吧？我们不要太在社交方面去做技巧的处理。短视捷径是不可取的，要珍惜他对你的好。你的问题很大呀。刚才主任是说了，年轻嘛，谁年轻时候没有点小心眼嘛？我也有，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你要清楚一个概念，他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你的所谓的爱。纵容和包容的区别你没有了解清楚。纵容是宠，就如同你现在这样，包容才是爱，绝对不是像你这样。宠只能让对方越来越不满足，而爱呢，是让对方觉得知足的。你要有原则的去爱这个女人。如果她当众不给你面子，那是不爱你。你如果当时就反驳她，你反手再摔一下话筒，你也不爱她。但是你选择了闷声不响的话，那是纵容。真正的爱是有节制、有原则的，有底线的。你没有底线了，所以你怪谁呢？他这儿都是你惯出来的，对吧？慢慢成熟吧。像我们这儿拿主持人话说，我们知道这些爱和宠的区别，我们都已经老了。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爱情保卫战》这个节目啊。如果像你这么大，我们看了，我们也会懂。越早懂，越早幸福。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啊。恕我直言啊，我只说感觉啊，他真的不爱你。其实我觉得他爱那个学长，因为只有在意一个人、想讨好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刻意去准备，对吧？恋爱就是这样啊。为了跟他吃顿饭，我要准备很多，那就是为了在他的面前展示我的好。没有不爱学长。哎呀，行，那无所谓了。那你就翻回头来问，不爱一个人又不在乎他，凭什么要那么去做？奇怪啊！你是爱他的，他健身的事儿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压根儿都不爱学长。但是学长喜欢足球，你想方设法的要恶补足球知识，以便让学长看着你不傻。所以我得出结论，你爱学长啊。是我觉得他是自己人，他是我男朋友。别觉得了，没有人是这么对自己人的。你要不爱，你只享受，早点离开。你要爱，请你认真，请你专注，一起进入真情流程。我知道是我不对，其实吧，我不应该把不好的一面展示给你。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你能够意识到之前自己那么做是确实都有点过分了，而不是你说所谓的爱。我就想让你明白这一点。其实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觉得来个节目我就值了。那至于他们说的你爱不爱我，其实我现在我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我还是想说，虽然4个月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是很久，但我觉得我们4个月已经足够长了。我觉得我想好好珍惜他，希望你珍惜他。你为什么不给人家说话呢？这孩子，应该让他多说说嘛。终于难受了啊，难受一下好。这爱情里面全是甜哪行啊？得有点酸，得有点苦，得有点辣。谢谢两位，请回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看这对情侣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哎呦，我还有3个问题要问你，你爱他还是爱学长？爱他。爱他，你爱他还是爱前男友？他。啊？爱他。怎么说的那么犹豫呢？前男友能删了吗？啊？可以。啊，可以，行了，其他没什么问题了。好好谈谈恋爱吧，好好的学习怎么去了解别人，怎么去建立亲昵关系，怎么去健全自己的人格，好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谢谢啊，祝你们俩幸福快乐，好吗？开开心心的恋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谢谢老师。祝他们开心吧！希望今天老师们对女生整个的这个点评，让这个女生在未来的情感道路上少走弯路。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和老婆结婚7年了，他呢总说我从来不帮他做家务，不带孩子，而且每天晚上都很晚回家。前几天我们吵架后，老婆用离婚威胁我，我晚上呢就乖乖的洗碗了，可他就指责我地拖得不干净，碗也刷得不干净，还讽刺挖苦我，我很不高兴，摔了碗就走了。等我消了气儿回到家，他又开始冷嘲热讽。我真的在努力了，可是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我该怎么办？先生，请您先摆正一个心态，不叫帮他做家务，而是你应该做家务，因为这是你们2个人共同的家，凭什么家务就是他一个人的呢？所以呢，家务也是你的职责。既然你要是干不好活的话，那嘴巴就变得甜一点吧，你总得占一头吧。女人其实要的不多，就是要你能够多说一些温暖的话、关心的话、理解她的话就够了。再一次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同时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